如果說中國民營經濟過去30年最大的幻覺是什麼，那一定是靠負債也能飛到世界之巔。曾經的海航就是這個幻覺最耀眼也最慘烈的樣本。負債7500億元，最高時債務申報1.1萬億元，每天光利息就要燒掉1.5億元，40萬員工，近2000條航線，全球併購橫跨5大洲。而最終的結局卻是帝國解體，創始人入獄，高管身亡，資產被肢解。這是一個比恆大更複雜也更殘酷的崩盤故事。1990年，海南還只是中國經濟版圖上的邊緣地帶。陳鋒接手海南航空籌建任務時，賬面啟動資金只有1000萬元，沒飛機租，沒錢貸，沒背景就賭命。1993年，海航股份制改造，募集2.5億元人民幣，又引入量子基金2500萬美元，買下2架波音737。當年首航成功，盈利6876萬元，在那個民航還帶着計劃經濟氣味的年代，這幾乎是奇蹟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，很多企業倒下，海航卻從銀行融到9億元，並成功上市，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航空公司。這一刻，陳鋒徹底相信了一件事：只要規模夠大，債務就不是問題。2003年 SARS 重創航空業，別人收縮，海航卻開始多元化，旅遊、酒店、地產、金融、物流，在海南砸地產，在全國鋪酒店，把風險分散，也把債務放大。到了2010年前後，海航已經不再滿足於國內，他要走出去。2010年收購澳大利亞欧口航空租賃 1.5 億美元，2011年收購新加坡 GECO 11.5 億美元，2015年拿下瑞士 Swissport 175億元人民幣，2016年併購英邁國際60億美元，成為德意志銀行第4大股東。錢從哪來？答案只有一個：借。資產抵押，再融資，再併購，再抵押。這是一個永動機式的金融循環，只要市場不戳破，它就能一直轉。到2017年，海航站在了所有中國民企仰望的位置，總資產 1.23 萬億元，營收6000多億元，世界500強第170位，中國民企排名僅次於華為，員工40萬人。但另一組數據卻被悄悄埋在財報角落：資產負債率 72%， 有息負債7500億元，短期債務2158億元，賬面現金406億元。也就是說，一旦融資被掐，海航連半年都撐不住。更致命的是，大量非航空板塊長期虧損，卻靠不斷舉債維持體面。這不是經營，這是拖延死亡時間。2017年6月，金融監管部門開始全面排查，併購貸款、跨境擔保、關聯交易、高槓桿擴張，海航正中靶心。銀行開始收緊授信，海外資產難以變現，理財平台聚寶匯爆雷，2萬多名投資者資金受損。內部更是爆出高管挪用公款購買藝術品，關聯公司空轉合同。而就在此時，命運給了這個帝國致命一擊。2018年7月3日，董事長王健在法國普羅旺斯意外墜亡，10米高牆，雙腳着地，腹腔內出血，57歲。這一天開始，海航再也回不去了。很多人以為是新冠壓垮了海航，其實不對。2020年疫情來襲，航空需求斷崖式下跌，海航一天虧損3.7億元，但那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真正的問題是，在疫情之前，他就已經資不抵債。2020年2月29日，海南省派出聯合工作組全面接管。
2021年1月29日，法院正式受理321家公司破產重整，確認債權規模 1.1 萬億元。一個靠飛起家的帝國，最終被債務摁在地上。如果說海航的崩塌是一場金融事故，那麼陳鋒的入獄就是一場遲到卻必然的清算。很多人直到今天還在替他惋惜，要不是監管收緊，要不是疫情，要不是運氣不好。但法院判決書給出的答案冷酷又直接，不是天災，是人禍。在公眾視野裡，陳鋒一直是佛系老板，不爭不吵，不露鋒芒，講因果，談修行。但在海航內部，他卻牢牢控制着關鍵資源流向。法院查明，陳鋒長期主導並默許大量關聯交易，沒有商業實質的內部合同，親屬和關聯公司反覆承接海航採購、廣告、信息化、地產項目。這些交易表面合規，實則是把上市公司的錢搬進自己口袋。飛機採購、地產開發、IT 系統、宣傳項目，合同在內部空轉，資金卻真實流出。這不是經營失誤，這是系統性侵占。最令人震驚的是時間點，當海航已經明顯資不抵債，靠續命式融資苟活時，陳鋒並沒有踩剎車，相反，他在做3件事：一、繼續騙貸；二、繼續占用公司資金；三、繼續為關聯方輸血。法院認定其行為構成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、騙取貸款罪、職務侵占罪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在企業已經站在懸崖邊時，掌舵的人還在拆船板生火取暖。海航不是一個純資本的故事，它背後是40萬名員工，數十萬上下游崗位，超過2萬名理財投資者，成百上千家被拖垮的中小供應商。當聚寶匯爆雷，資金鏈斷裂時，很多人發現所謂穩健理財其實只是拿去填併購的坑。而當飛機停飛，工資拖欠，社保斷繳，底層員工才明白，這不是企業轉型，這是高層逃生。2021年9月24日，陳鋒被採取強制措施。2022年3月正式被捕。2023年4月，檢察院起訴。2025年7月18日，一審判決落地，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4年，騙取貸款罪4年，職務侵占罪7年，數罪並罰，執行有期徒刑12年，罰金2.21億元，沒收違法所得4000萬元。2025年9月10日，二審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，刑期至2033年12月22日。從世界500強掌門人到鐵窗之內，沒有奇蹟，也沒有反轉。重整之後的海航確實在活過來，航空板塊被放大接手，資產大幅瘦身。2024年、2025年部分季度恢復盈利，機隊800多架，員工約6萬人。但有2件事無法抹去：第一，剩餘債務仍高達1380億元；第二，海航模式已經被寫進中國民企的風險教材，靠併購堆規模，靠槓桿撐神話，靠融資掩蓋虧損。這種路徑在監管時代已經走不通了。恆大至少還是地產單線崩塌，而海航是航空、金融、物流、地產、海外資產的全面連鎖反應。恆大的創始人還在博弈，而海航的創始人已經被判刑。這不是誰更壞的問題，而是誰把槓桿用到了極限。海航從無到有，從邊緣到巔峰，再到解體重生。它曾被當作中國民企走向世界的樣板，也最終成了過度金融化的反面教材。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企業故事，這是一個時代的回聲。當負債被當作能力，
當規模被當作信仰，當風險被推給未來，結局從來就寫好了。